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紅色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OK， 我們今天來聊一個超級古老，但到現在還是戰火猛烈的話題——信仰跟理性。大家應該都有經驗吧？只要在網絡上，甚至是跟朋友吃飯，聊到這個話題，常常就是直接吵起來，好像這個世界就分成兩派人，一邊覺得說，都什麼時代了，宗教信仰就是反智不科學嘛，是過去的產物。那另一邊就覺得，科學又不是萬能的，理性有它的極限吶，生命的意義跟價值哪用公式可以算出來的？這場論戰常常演變成一種文化戰爭，好像你只能選一邊站，要麼你就是理性的信徒，要麼你就是盲目的信徒，好像沒有中間地帶。不過今天我們就要來深入拆解一下，這場看似非黑即白的戰爭，會不會從一開始大家就是在對着一個自己想象出來的稻草人在猛打一頓呢？說到攻擊信仰，絕對不能不提這位代表性人物理查道金斯。他可以說是新無神論運動的掌門人，寫了一本影響力超級大的書，叫做《上帝的迷思》。這本書在當年真的是掀起滔天巨浪，點燃了21世紀初最激烈的一場思想戰爭。他在書裡的這句名言，就完美總結了這個陣營的核心觀點：宗教信仰是完全摒棄理性的。哇，這句話講得非常直接，也非常有力，意思很白話啦，就是說你一旦有了信仰，你的理性就直接關機了，這兩者是勢不兩立的。而這個觀點也正是我們今天要深入來挑戰的核心前提。好，那要挑戰到金斯這種等級的人物，我們當然也要請出另一位大師，他就是英國的文學理論家兼哲學家泰瑞·伊格頓。伊格頓這個人真的很有意思，他不是神學家，他反而是從文學跟文化批評的角度來切入，所以他的觀點特別有啟發性。他提出了一個非常精闢的核心矛盾，而這個矛盾可以說是解開整個信仰與理性辯論死結的那把關鍵鑰匙。重點來了哦，伊格頓說，沒有理性，我們必將滅亡。但理性並非我們最根本的基礎。這句話真的超有智慧，你仔細品一下。你看哦，它前半句完全肯定了理性的絕對重要性。我們的現代生活、科學、社會，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理性之上，沒有它我們就完蛋了，對吧？但是他接着說，理性本身並不是最底層那個地基。這什麼意思？就是說，如果你把理性推到極致，硬要用理性去解釋一切、證明一切，它反而會變得很脆弱，甚至很弔詭地會走向它自己的反面，也就是非理性。這就像你一直追問一個小孩為什麼，問到最後，他只能跟你說啊，就這樣啦。理性也有它的極限，有些最基本的東西是理性自己沒辦法證明的。所以伊格頓的意思是，理性是個超強的工具，但它不能是地基，因為它自己也需要一個立足點來支撐。OK， 有了伊格頓這個核心矛盾當做我們的分析工具之後，我們就可以進入第一階段解構。我們要來看看為什麼說道金斯這些新無神論者其實是在攻擊一個他們自己想象出來的稻草人。伊格頓給這個稻草人取了一個超級傳神的名字，叫做雪人式信仰觀。什麼意思呢？就是把上帝想象成一種跟雪人、尼斯湖雪怪或是外星人一樣的存在，也就是說，它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個物體，只是我們目前證據不足，還沒找到它。所以在這種觀點底下，信仰就變成什麼？就變成了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你硬要相信它存在的一種行為。說白了，這其實就是一種比較差勁的猜測而已。伊格頓就指出，這就是道金斯在他書裡面猛烈攻擊的那種信仰模式。但最諷刺的是什麼？不只是無神論者這樣想，其實很多信徒自己也是這樣在理解信仰的。
所以你看，問題不只是無神論者誤解了，而是我們整個現代文化對於信仰這個詞的理解，可能都出了點問題。這一張投影片的對比就非常清楚了。你看哦，左邊這個雪人觀點，把上帝當成一個可以被我們檢驗的世界物件。在這種情況下，信仰當然就只是證據的廉價替代品嘛，對吧？相信就跟猜謎一樣，反正就是賭一把。但你看右邊，傳統神學的觀點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首先，上帝根本就不是一個可以被我們認知的對象，它不是宇宙裡的其中一個東西。再來，信仰不是猜測，而是一種深層的確定性，是一種根植於生命的確信。所以你發現了嗎？道金斯跟傳統神學家，他們根本就在談論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他自己先建立了一個很容易被擊倒的對信仰的粗糙理解，然後再把它漂亮的打倒，這就是標準的稻草人謬誤。好了，把那個稻草人拆解完之後，我們現在要進入更關鍵的第二階段，重建。到底如果信仰不是那個雪人觀，那它又是什麼呢？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可以說是今天整個分析的核心，大家注意聽了。伊格頓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區分，叫做命題式相信跟展演式信仰的差別。這聽起來有點學術，但其實很簡單。你看投影片上的例子，我相信有哥布林存在，這是一個命題式相信，它是在描述一個關於世界組成的事實。這個命題要麼是真的，要麼是假的，很單純。但當你對一個人說“我對你有信心”，這個力道就完全不同了。這不是在描述一個客觀事實，這是在表達一種承諾、信任和投入的關係。它是一種行動，是一種展演。這就像你相信我朋友是個好人，這是一個命題，跟你真的信任他，願意把身家托付給他，那是一種展演。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層次。所以，傳統神學認為的信仰更接近後者，它不是要你先同意一連串關於宇宙的命題，而是要你先建立一種充滿愛與信任的承諾關係。它是一種行動，是一種展演。19世紀的丹麥哲學家齊克果用一句非常美的句子總結了這個觀點：一個信徒是一個戀愛中的人。哇，這真的把重點講得太好了。因為你想想看，戀愛本身就是一種超越證據的投入，對吧？你不會拿着一張 Excel 清單，上面列滿對方的優點，然後根據數據分析，冷靜地決定，好，我現在要愛上你了，不是嘛？愛是一種整體的、奮不顧身的投入。齊克果就認為信仰的本質，與其說是像科學家在驗證一個假說，不如說更像一個人墜入愛河時那種深刻的、無條件的信任與托付。我們用愛情這個比喻再深入一點，你看這個流程就很好懂。第一步，證據被呈現，你可以列出所有你值得被愛的理由，你很善良、很聰明、很幽默等等，這些都是客觀的證據。第二步，證據被承認，另一個人完全可以看到也同意這些理由，他理性上承認你確實是一個很棒的人。但最關鍵的是第三步，承諾的做出，即便他承認了所有證據，這些證據本身並不能強迫他愛上你，對吧？愛情是一種個人的投入，是一種自由意志的展現，它超越了數據本身。所以信仰跟理性的關係也是這樣，它不是說理性走到盡頭了，然後你才盲目的縱身一跳，而是從一開始你對待證據的方式就不同了，它包含了一種個人的投入與承諾在裡面。好的，在我們重新理解了信仰的定義之後，現在要進入今天最刺激也具巨致顛覆性的部分了。我們要反過來看，理性的本身是否也需要一種信仰？你可能会覺得，哈，怎麼可能？理性就是要質疑一切啊，怎麼會需要信仰呢？嘿，這就是有趣的地方了。我們繼續看下去。這句話可能對很多人來說是個震撼彈，即使是科學與理性，也建立在無法被證明的信念之上。我們從小被教育，科學是客觀的、理性的，不需要任何前提假設。但伊格頓指出，理性本身並不是懸在空中的。我們看到的理性文明，看似是建立在堅實的邏輯之上，
那你如果往下一直挖，一直挖，你會發現它的根其實是深植在某些信念的土壤裡。這些就是一個理性主義者，比如說道金斯，他必須先相信的信條。我們一個一個來看。第一，發現真理是可取的。你怎麼用科學證明真理是好的？沒辦法嘛，對不對？這是一個價值判斷，不是科學事實。第二，自由探索是件好事，這也是個價值判斷。第三，宇宙原則上是可以被理解的，這是一個巨大的信念哦。如果宇宙是全然混亂、毫無邏輯的，那科學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第四，理性的辯論是有價值的。第五，個人自由是核心價值。道金斯非常強調這些，但這些沒有一項可以用科學實驗去證明。他們是他進行理性思考的前提，是他賴為生的信念。少了這些前提，科學還能運作嗎？理性辯論還有意義嗎？我想答案很清楚了。所以他並不是沒有信仰，他只是信仰了另一套東西。好的，到這裡我們解構了稻草人，重建了信仰的定義，也看到了理性本身的信仰基礎。現在我們要進入最後的 pay off 階段，把所有線索串起來，看看伊格登的這一套框架如何將信仰、愛與追求真理這三件事漂亮地連接在一起。其實愛與信任是理解真理的前提，這個想法在神學裡面源遠流長，完全不是現代人為了躲避科學才發明出來的。你看哦，早在西元4世紀的聖奧古斯丁就說了，人非透過一種愛，否則無法抵達真理。到了11世紀的聖安瑟倫更直接，他認為理性本身就根植於上帝，所以他的名言是我信是為了能理解。他的意思不是盲目的信，而是說要先有信任的投入，才能開啟更深層次的理解之門。這跟我們前面說的愛情比喻是不是有點像？到了13世紀的聖多瑪斯·阿奎那，他總結說，愛先於真理，並且是真理的先決條件。你看，這條思想脈絡是非常清楚的。真正的理解是始於一種投入和承諾。伊格頓進一步論證，要真正看清楚現實，也就是所謂的實在論，並不是一個冷冰冰的客觀觀察的過程，它其實需要很多美德。你需要謙卑，才能承認自己可能是錯的；你需要無私，才能不被自己的偏見蒙蔽；你需要勇氣去面對那些不討喜的真相；你需要寬大的胸襟去理解不同的觀點。你想象一下，如果一個人充滿傲慢，他聽得進別人的批評嗎？如果一個人很自私，他會承認對自己不利的證據嗎？當然不會。所以說，追求真理從來就不只是一個智力活動，它也是一場道德的修煉。而根據阿奎那的說法，所有這些能幫助我們尋求真理的美德，它們最終的根源都來自於一樣東西，那就是愛。所以你看，整個邏輯是這樣串起來的：追求真理需要美德，而所有美德的基礎是愛。因此，愛這種包含了信任與承諾的投入，就成了我們能夠真正認識世界的基礎。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愛它不再是理性的敵人，反而變成了理性能夠發揮作用的土壤和基礎。所以最後我們留下這個問題給大家思考。我們常常說愛是盲目的，但有沒有可能真相正好相反？有沒有可能愛，或者說那種深刻的忠誠的投入與承諾，它非但不是盲目的，反而是我們能夠看得清楚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這種投入，我們看到的可能就只是一堆冰冷的數據，而不是事物的真正樣貌。這個想法真的徹底顛覆了我們對信仰、理性、知識與真理之間關係的普遍看法。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下次當你再看到信仰與理性的論戰時，你可以思考3件事。第一，他們攻擊的是不是一個叫做雪人觀的稻草人？第二，我們談論的信仰究竟是一種對未知事物的猜測，還是一種像愛情般的承諾與投入？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別忘了，就連最堅定的理性主義者，他的腳下也踩着一片由信念構成的土地。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